然后在低位买入，在高位卖出，那么你除了要识别机会在哪，同时也不能忽略风险的存在，不然到头还是一场空。大家好，我是阿哲，欢迎来到阿哲讲技术频道量学小课堂的内容。我们今天呢来讲一下高低缩放成交量4种现象的第一种高量柱、高量警戒的知识点。在前面我们分别用3期的时间讲了散户割肉、缩量三阴、地量坐标这3种方案，都是去识别市场当中的关键点，而这个关键点就是买点，就是机会存在的点位在哪里。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去提到怎么去卖出的问题，怎么去识别风险，怎么去持股。而今天量学小课堂的第4讲，我们第4期就给大家讲一下高低缩放当中高量成交量的高量怎么样去设置警戒线，怎么去预防风险，怎么样在高位出现的时候去及时识别，而后高位逃顶。这是量学小课堂当中我们第4期的内容。如果朋友你是第一次来到阿哲讲技术频道，那么不要忘记观看视频的同时可以点赞并订阅阿哲讲技术频道。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开始今天的全新内容，高量警戒的方案。大家现在看到图中的这个指标，它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成交量。下方这里有一句话，如果你是学过我们量学小课堂第1讲关于散户割肉的内容，那么这一个叫做成交量的首条规律，卖在买先，买卖平衡规律。在之前呢，我做过详细讲解，这里呢，我们再粗略讲一讲。在市场当中，什么叫做高量？一般来说分为2种，一种呢叫阶段高量，一种叫做历史高量。高量顾名思义，就是你所看到的最高的成交量，而根据你所看的空间和时间不同，它分为阶段的高量和历史的高量。比如说，目前我们所看到图中这一个面积，这一个时间内最高的成交量，很明显是中间的这一根成交量，而这一根成交量，它就是我们目前所说的阶段高量。而如果在某一只个股当中，它不只是这个阶段的高量，同时是从它上市以来，就已经存在的最高的成交量，那么它呢，也可以称为历史的高量，或者说叫历史的天量。好，这是对于高量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划分。那么卖在买先，买卖平衡这个成交量的首条规律，它和我们去使用好高量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什么叫卖在买先？也就是说，在股市当中，何谓成交量呀？因为有了成交，才会有成交量的出现。那么怎么样才能达成成交呢？一定呢是卖方在买方前面有人卖出手中的个股，才会让市场当中存在可交易的筹码，才给了买方有机会去买入这个筹码。而当买方买入卖方卖出的筹码，那么这种就叫做达成了成交。而成交一旦达成，市场中成交量就会出现增加，而后构成了我们看到这个成交量的指标。这就是卖在买先的一个原则。而往往市场当中有多少人卖出，自然就有多少人买进，这也叫做买卖平衡的原则。那对于高量柱来说，就说当天它会有很多人在卖出，同时也有很多人在买进，这是高量柱它特殊的一个含义，说明当天有很大的分歧突然出现，大家在这一天共同的出现了买和卖的动作，并且还远超平时的一个行为。这一天往往是很特殊的一天。那么我们怎么用好高量呢？好，我们今天讲其中一种高量的跑顶，或者说警戒，甚至呢我们可以把它引用为高量持股的一个方案。如何规避被套？我们可以找到最近的高量柱这个呢叫做阶段高量，以高量柱对应的 K 线实体顶底画2条线，分别呢就是我们的警戒线了。而跌破风险线必须呢要执行卖出的一个操作。比如说
我们看到图中，在这一轮上涨当中，你会看到下方的成交量是不是偶尔有放大，偶尔有缩小，但是有那么几根，它其实是某一阶段当中的高量。哪几根呢？你会看到这一根，包括这一根，这4根呢是本次行情上涨当中你可以很明显的发现的高量。第一根、第二根，大家都应该很好理解，很明显它不只是最近的高量，它还比前面很长一段时间都要高。第二根呢更不用说了，它比前面的高量还要高。但后面这一根，和之后最后顶部的这一根高量，很明显它比前面其实是不高的。那为什么它也能用呢？好，我们一个一个讲。我们先讲一下怎么用好前面2根。我们说的是，以高量做对应的 K 线实体顶底画2条线。这里呢，我们先不说，画这2条线的作用，我们先把一条线画好。这条线呢，就叫警戒线，叫风险线。一般来说它就是我们看到高量柱它的下沿它实体的下沿出现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警戒线了。当市场出现了高量之后，说明当天分歧加大。而一般来说，分歧加大的一天，它往往就是方向选择的一个关键节点。有很多人在这里卖出，为什么卖出因为对后市看空。有很多人在这里买进，为什么买进因为我看涨，所以我买进。那这一天之后呢，就会开始为这一天交易的人留下一个答案，你是看对还是看错？你如果后续出现高量之后的上涨，说明当天买进的人是对的。如果高量之后下跌了，到头了，比如说这个高量，说明什么？说明当天买进的人他买错了，他看错了，所以挨套了。而当天卖出的人很聪明，直接高位逃顶，所以这一天的高量柱代表的是哪一方的胜利很明显，卖方的胜利。而前面这一轮上涨的高量柱是谁胜利了呀？很明显，看涨的人胜利了。而提前卖出的人，特别是低位卖出的人，很明显并没有看对。所以高量柱分歧的背后，在后续行情走出来之后，你就会知道，有人看错，有人看对，甚至呢有一些可能是大资金看对，散户看错是吧？我们说庄在赏先也是呢成交量的一条规律以后呢我们也会讲。好，那么这一天出现了这种买卖平衡异常的放量，或者说它是一个高量，那这一天之后价格的走势就会佐证高量当天多空哪个胜利。那我们就需要把它的下沿画线，跌破下沿说明什么？空头的胜利，当天卖出的人是对的。不跌破它的下沿说明什么？目前来看是多头的市场出现了赢面更大一些。所以往往如果你说我已经是买入了股票，买入了个股比如说像前期我们讲过散户割肉，像这2个位置不就是散户割肉吗？价格出现了下跌，量能出现放量，而后呢出现了阳盖线，这一天我们说是买点。好，低位如果用散户割肉买进了个股那你说我拿到什么时候卖出呢？你会发现这一天是高量柱它的最下沿画线，价格跌破了没有？没跌破，没跌破代表目前为止不能代表空方的胜利，所以我们持股。后续呢又出现明显的放量，市场有出现跌破下沿吗？没有，直接还是上涨。当天卖出的人呢，卖在了上涨的中途，价格后续的上涨，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高量，后面也是一个高量，价格开始出现了跌破。你会发现这个下沿是不是开始被跌破了？所以这意味着什么？从刚开始多头的胜利到后续卖出的人，其实才是最后的胜者。我们就应该顺应市场，一开始多头胜利我们看多，后续多头开始疲软，空头开始涨优，我们应该在此处后2根高量柱被跌破警戒线的时候去规避风险，去卖出你手中的筹码。也就是说，你可以在这2根
K 线、量能、散户割肉的时候买进，而后持股到这2根高量柱被跌破的时候去卖出，这就是一个机会买入、风险卖出的操作，规避后续的下跌。这也是我们所说的高量警戒线的一个画法。如何规避买了之后不会卖？如何规避买了之后反而被套？这种情形，如果呢你是一个经常找得到好买点，但是不会卖出，卖了又怕它会涨，卖了又怕卖错的朋友，那么你可以退而求其次，不要想着卖在最高点，你就想着高量柱，我跟着市场的情绪，我跟着大众来。如果大家都看多，并且市场往多头走，我就一直拿着不走了。如果你发现明显是卖出的人占优，卖出的人获胜，那你就应该跑到卖出的人那一方去，跟随卖出做一个墙头草没什么不好，反而会让你在低位获利，高位出逃。现在呢，我们再往下看，我们还需要一些实战的案例来讲一讲。比如说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是特斯拉近期的行情，那么我们看一下特斯拉的这一波上涨后的下跌，你能不能用高量柱来进行识别和跟踪呢？我们先找到高量柱，阶段高量，我们后面会再讲一讲这个高量柱的一些使用方法的注意事项。比如说价格出现了上涨，大家注意了上涨当中去使用，你会发现这里是不是出现了连续的放量，而构成了一个高量？我们要的是高量的阳线成交量呢是不分阴阳的，但 K 线还是要看一下的。K 线是阳线所代表的下方成交量，这个呢在上涨途中高量的阳线对我们去看持股会更好。当天是阳线，说明当天开盘之后价格收涨，后续价格当天收涨，说明当天买进人大部分呢还是获利的。这种时候其实对于多头来讲是有优势的，而在上涨途中多头占优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那么这样的一根高量阳线，它所代表对于行情、对于趋势的支撑呢，将更加有效。那市场当中出现了下跌，你会发现有跌破这一个高量阳线吗？没有跌破，所以市场呢我们再次看涨。后续价格是不是偶尔也会出现明显的放量？比如说这一天它也放量了，后续有跌破吗？很明显警戒线没有跌破，警戒线没有跌破包括我们再往后看，这一天它也是高量，后续有跌破吗？也没跌破我们继续往后看，这一天也是高量阳线后续它有跌破吗？你会发现下跌之后，在这个位置止跌，然后开始反弹开始反弹，也就是这里也没有跌破，多方一直是占优的，特斯拉从这个低点到高点，多方一直是占优的。我们再往后看，后面价格就是缩量了，缩量那肯定就没有高量。我们再看到这一天是放量，好，这一天的放量形成了大概1周左右的一个高量，这个高量后续有被跌破吗？被跌破了。那这一天它的高量被跌破之后，我们说从这一天开始，慢慢的多头变得弱势，而空头变得强势，说明高位卖出的人开始他们占据了获胜的一方。你会发现市场出现了下跌后再次反弹，也是反弹到前期被跌破的高量柱的位置，而后受阻开始下跌。同时这里的突破走出了一个放量突破，也是个高量，这个高量是不是也被跌破了？也就是说这一个高点都是高量柱被跌破的高点高量柱被跌破的高点。这一波上涨同样也可以用高量柱来去看，你会发现这一天其实就是高量柱，而这个高量柱没有被跌破，因为市场还有再次做多的可能。而直到这一天的高量柱被跌破之后，你会发现市场就开始稀里哗啦的下跌了后面呢，不管是因为什么基本面，什么因为财务的原因，但是我们知道通过技术面的角度，通过成交量的指标，你会知道在这一天的高点它是高量被跌破了，说明这一天开始多头开始转弱，而空头开始转胜。这一天卖出的人处于高位逃顶，对于空头来说又是一次助力，所以后面的市场我们会发现一直下跌。
好，这是根据最近的特斯拉的一个行情，我们对于高量柱做了一个再次的使用。现在有2个对于高量警戒线它的一个注意事项，我们要讲一下。第一个也是前面这一个图例当中我们所讲到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后面2根高量柱比前面矮，但我们依旧要用？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是阶段高量，这个阶段高量，正常来讲，1周内的阶段高量它就构成有效的高量啊，它不是说一定要比前面所有量都高啊。你看这2根，它比前面的所有量都高，这个高量好识别。但你会发现后面的2根量能，也有些朋友对于高量不太熟悉的，他会就开始闹矛盾了。我要不要还是用这一个高量作为防守啊？它的量比较高，好，以这一天做防守，你会发现等到它跌破的时候，其实已经快跌得差不多了啊。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原则是，你的警戒线它一定要是抬高的。往往市场当中价格上涨，它已经把警戒线的上沿都过去了。大家注意了，价格上涨已经超过了警戒线的上沿，那么你就应该寻找新的警戒线。你就不能够一直死守的这个警戒线，因为它已经没有太多效果了啊。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这一天是不是再次放量啊？同时，它的实体已经在前方高量警戒线这根 K 线的实体之上。那么我们就说，这一天的量能哪怕没有它高，它的警戒线也更加有效，因为它的价位更高，同时它的警戒线更高。包括这一天它放量了，它的实体是不是也比它更高呀？也在它的上沿之上啊。它也是一个有效的警戒线啊。唯一不好就是它的警戒线是比较矮的啊。所以呢，其实你在前方这一天跌破的时候就可以离场了，没有必要呢去等后面再跌破再卖出啊，前方就可以离场。好，这是第一个，就是成交量方面的一个使用的小细节。好，第二个就是高量柱出现之后呢，你要关注了它的 K 线的表现。如果你发现这个高量，它就是一个实体较长、影线较短的 K 线，好，以它的实体上下沿我们最关键啊。一般呢，我们说警戒线就是下沿，它不跌破警戒线的话，说明还是有做多的机会，而且是大大增加的。那如果它连它的上沿都没跌破呢，说明这个市场根本不需担心，不用担心。如果在上沿之上跌破了其他的高量风险呢，我们再去做一个高抛。但是你会遇到一种情况，比如说高量柱锁定的 K 线，比如说是这一根呢，我们就假设这一天是高量，那它锁定的 K 线是长这样子的，怎么办呢？那么大家注意了，如果你所找到的高量 K 线，它的实体较短，影线较长，这个时候啊，你就不应该画它的实体了，你应该画它的最低价啊，最低价，把影线加上啊。如果你发现它的实体和影线没差太多，我们尽量以实体为主啊，以实体为主，这是2个注意事项啊。大家如果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对于高量阳线的一个警戒线的画法还有不理解的、不了解的，或者说还有一些困惑的地方啊，那么都可以呢在下方的评论区呢，可以把你不懂的可以写上啊，阿哲看到了之后呢，会及时做一个回复，我们也可以多交流。高量警戒线呢，是我时常会去看市场关键点的一个方法，特别是在市场在高位的时候，这个方法不管是个股还是指数都可以用啊，因为它很简单，但是呢，它的逻辑其实是很直观的啊。基本上呢，用好之后，你会发现很多高位你都可以提前的卖掉，逃到最高点不敢说，但是呢，卖到顶部还是可以的啊。它对你的持股和卖出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高量警戒线的一个内容，也是高低缩放我们第4讲的一个内容。对于量学小课堂，大家如果是第一次收听的，那么也记得呢，把前面的低量坐标、缩量上阴、散户割肉，可以回过头再看一看啊。在阿哲讲技术频道的首页有一个量学小课堂的播放列表，大家可以把成交量这4个试讲视频都再多观看几次。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第一次认识阿哲讲技术频道的，
可以在看完视频之后呢，帮助阿哲点一个赞，同时呢，也可以点一个订阅，以后我更新，你可以及时收到我的一个信息。好了，那么量学小课堂第4讲高量警戒到此结束，下一期更加精彩，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